月了，是个男娃，孩子他娘大出血，已经没气了。刚从莫氏异兽口中醒来，这具身体的母亲就死了。今朝，你醒了，身体怎么样？阿婆，我没事。阿姐，阿娘死了，我们没有阿娘了。不怕，有阿姐在。稳婆说这孩子难养活，你爹娘都没了，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三郎夫妻都没了，剩下这小孩子怕是苦了。把弟弟抱着，带启明和诗雪出去，让给娘婆娘收拾。我是学医的，正常8个月男婴该有4到5斤，可他最多只有3斤。宋今朝居然穿成了古代快病死的14岁孤女，还有3个嗷嗷待养花。莫氏我都活过来了，几个孩子我也一定能护住。剩下这4个孩子，总得有个去处。孩子我可以带走，我出20两银子过继这孩子。诗雪乖巧懂事，我家石头病着，想让他过去冲冲喜，聘礼我们给3两银子。我不同意。赵老爷听信算命之言，认为过继我弟弟就能生儿子，若是生不出来，你会不会迁怒他？还有诗雪，我绝不会让她去当什么童养媳。你一个女娃怎么照顾3个孩子？怕不是要一起饿死？我可以干活，家里有田，只要肯干就饿不死。你以后总是要嫁人的，到时候他们怎么办？在启明成家之前，我不会嫁人。爹娘已逝，长姐如母，从今日起，他们3个我养。谁敢把诗雪送去冲洗，谁敢把老妖过继出去，就先从我身上踩过去。家里的粮食和钱财都不多了，明天得去城里买些细粮回来，还要找找有没有医馆愿意收我当学徒。我的医术可以独立看诊开药，可若是师出无名，谁会相信一个14岁的女孩会治病救人？阿姐，我和哥哥想跟你一起睡。上来。睡觉，阿姐一定会保护你们的。突然想起来，小弟还没有起名字，就叫宋安好，平平安安，一世顺遂。一出生就没了爹娘，身体又弱，能平安长大就是最好。阿姐取名字和阿娘一样好听，就好像我真的是他们的亲生阿姐。姑娘要买什么药？可有方子？我不是来买药的。你们这里招不招药童？姑娘莫不是在开玩笑吧？天底下哪有女子学医的？病人不分男女，医者自然也可以不分男女。自古以来，男主外，女主内，女子就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，更别说女人给男人看病了。我知道古代封建，但是亲耳听见还是觉得好憋屈。你们医馆的大夫难道就从来不给女子看病吗？叶明，何事吵闹？师傅，这位姑娘想拜您为师学习医术，徒儿说女子不能行医，她还不高兴了。姑娘怎么会想到要学医？如今家中突遭变故，就想着出来找份活养家糊口。想必是家中父母双亡，否则不会不阻拦。姑娘，医者收徒需要跟在身边学习数十年，且同吃同住，回不了家。你一个女子，实在是不方便。想必你家中还有亲人需要照顾，当学徒没有工钱，养不了家也糊不了口。做10年白工，1文钱没有，比现代要求员工24小时加班还不给过费的黑心老板还要黑啊！姑娘，另寻别的伙计吧。多谢大夫告知。出去，出去！这世上没有女子给人看病的，只能白天待在铺里，就没见过求人拜师还要求这么多的。你要是能当大夫，我怕不是能当太医。一个姑娘整天在外面抛头露面，像什么样子？我们药安堂的名声宝贵的很，从来不招女子。是我把在古代从医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。不说没人要，就算有人要，短时间内也挣不到钱。里面请。客官吃点什么？小二，你们这里收野物？当然收，姑娘家里有野物要卖。
我阿爹明日要上山，以前都是猎了自家吃，现在想卖，就是不知道你们这里都收哪些野物。只要是能吃的，我们酒楼都要。多谢小二哥。末世来临后，我因为觉醒异能进了基地护卫队，被特种兵足足训练了3个月。上山打猎，我还是有自信的。宋家村的人会在山脚挖野菜，在半山腰砍柴，再往里就很少有人敢进了。山里有野兽，以前不是没人丢过命。哼，基地护卫队神枪手的威名可不是假的。这个时间来不及去城里了，还好竹剑不够锋利，一晚上死不了。明天再赶早去酒楼卖。哥哥是肉，还是好多肉。阿姐，这些都是你抓的？对，阿姐决定以后上山打猎养你们。你们去水井打水了？我和诗雪提不动，是大伯挑的水。二伯没来？没有。好软。等7日校期里过去，阿姐烧兔肉给你们吃。阿姐把它们拿去城里卖钱。弟弟身体不好，以后要吃好多药。我和妹妹不喜欢吃肉。对，不喜欢吃肉。阿姐抓兔子很厉害，以后家里不缺肉吃。真的吗？那是当然，否则怎么能一上山就抓到这么多？今日先把猎物卖掉，再想办法给安好买些能入口的东西。大哥，一共2只山鸡，3只野兔，都还活着，麻烦您问问掌柜能卖多少钱？姑娘稍等片刻，我去喊掌柜。野鸡70文一只。野兔100文一只，这2只白兔可以多给10文钱。猪肉30文一斤，这个价格比猪肉还便宜。看来和昨日那个柳猎户是一样的价格，没有因为我年纪小就压价。多谢掌柜。姑娘之后若是还有猎物要卖，可全部送过来。只要价格合适，我肯定先卖给您。农户1年种地卖粮，能存下3、4两银子已经不错。若遇上灾年，不仅收不了多少粮，还要补朝廷粮税。原主爹娘去世后，只留下几10文钱，除了养孩子开销大，就是因为去年西宁城遭了蝗灾，往年存下的银钱全都补了粮税，养孩子还是得多赚钱啊。阿姐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弟弟一直哭，怎么都哄不好。半个时辰前才喂过米汤，尿布也是干的。肚子微凸，是腹胀。是不是我没照顾好弟弟？没事儿，就是米糊在肚子里消化不了，它胀着难受。那怎么办？要是有母乳就好了。土蛋的阿娘1个月前刚给他生了一个妹妹，他家肯定有奶。土蛋家在哪里？近吗？就在阿爷家往前走一小会儿。你守着弟弟，我和启明去一趟。好。涂丹爷，涂丹阿娘在家吗？是今朝丫头，是今朝丫头，快坐。阿婶，我今日过来是想买您的奶水给我二弟喝。白天要喝奶的时候，我让诗雪把弟弟抱过来，晚上不喝，1天给2文钱，您看行不行？就几口奶不需要钱，你们直接把孩子抱过来就是。不是偶尔1、2次，1天4、5回，要是不给钱，哪里好意思抱过来？我先付5日的，您看行不行？行，你们尽管抱过来。多谢阿婶。听说今朝去宋春家买母乳给老幺喝，1天给2文钱，我担心他们手上的银钱撑不了多久。城里的活儿，成年男子都不好找，更别说没长大的女娃，只出不进，每天2文钱固定开销，1两银子哪里够用？等过些日子地的庄稼收了，
今朝他们吃不了麦稻米线，今年粮税可以免除3担，也能多出不少银子，省撑到明年秋收，应该没问题。现在不去要，等他们把钱花光了，1文钱都要不回来。宋三郎和他媳妇儿才死2天，现在上门要债，和逼死几个孩子有什么区别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要是不上门去要，时间长了他不认怎么办？有欠条在，怎么会赖账？等秋收后你再上门，现在绝对不行。也不知道宋今朝知不知道，他家还欠着咱们2两银子，钱可以秋收之后再还，但必须上门提醒今朝，要不然他不清楚每天进城花钱。上门提醒也行，你态度好点，别逼着他们还。宋老爹还活着，几个孩子真还不起，他们肯定不会见死不救。都要把孩子过继冲洗卖钱了，还能有多少情分？天天野菜冬瓜，我早就馋肉了。阿姐，今天真的能吃鸡吗？7日效期过了，今日给你们红烧鸡。还花钱买鸡吃，看来我这趟是来对了。婶子怎么来了？家里菠菜刚长出来，摘点送过来给你们尝尝。谢谢婶子。谢谢阿婶儿。今朝你阿娘去世的时候有没有交代什么？没有，我阿娘生产时我中了蛇毒还没醒，醒来的时候阿娘已经去世了。是这样，几个月前你阿娘朝我家借了2两银子，婶子今天过来不是来找你要钱的，只是想让你知道有这件事，别忘记了。原来那时候的要钱是借的。婶子，我阿娘走得急，没来及交代。不用不用，婶子今天过来只是告诉你这件事，钱可以等秋收之后再还。这2天我上山打猎，赚了些银钱，之前不知道家里欠了债，现在知道了，肯定得还。一直背着债，我心里也不安稳。这野鸡是你阿姐自己捉的？对，阿姐说效期过了要烧鸡给我们吃，本来是要送到城里一起卖掉的。婶子，您数数看钱对不对？不用数，婶子相信你。山上的野物不好捉，深山有危险，还是少去为好。小时候刀疤叔教过我打猎，阿娘说山里危险，一直不让我去。现在家里这个情况也没有其他办法。怪不得你敢独自养弟弟妹妹，原来是有本事在身上。听说你每天上山打猎，去城里卖。是。以后不准去，山上多危险！你要是出了事儿，我100年后都没脸去阴曹地府见你阿爹。阿爷放心，我就在外面转悠，遇不到危险。家里又不是没有粮食吃，等秋收后多余的还能拉到城里卖钱，省着点儿。你们姐弟4个吃到明年肯定够。阿爷，我不想让启明他们每天省着吃饭，不想半夜肚子饿得咕咕叫。我也不想一套衣服穿好几年，全是补兵还要补。我更不想以后生病，连医药费都拿不出来。安好身体不好，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的是。要是只守着1亩3分地，以后真到了看病花钱的时候，你让我眼睁睁看着他病死吗？我想要过好日子，而不是每天吃糠咽菜，整天为了银钱发愁。山里危险，以前不是没人被野兽咬死，深山千万不要进去，就在外面转悠，万事一定要小心。阿爷放心。启明，把这碗鸡送到大伯家。好。大伯娘，这是阿姐让我送过来给你们吃的。拿回去，阿爷不缺肉吃，你们顾好自己。家里还有好多，够我们自己吃。我先走了。今朝是个孝顺的，你送回去反而生分。只送礼大方，他这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。爹娘在大哥家。
坐在同一张饭桌上，大哥大嫂怎么可能不吃？说到底还是我们吃亏。23两银子就这样没了，什么都没捞着。这件事以后不要再提。村里的闲言闲语你又不是没听见，都在说我和大哥无情无义，连爹娘都被骂了。我们没得吃也就罢了，你也不想想，你儿子已经多久没吃过肉了，瘦的衣服都大了。一只鸡3个孩子肯定吃不完，放1晚上也馊了。爹，我想吃肉。这样，耀祖，你去找启明玩。阿昭姐，阿昭姐，我想吃鸡。吃吧。阿昭姐，没有了吗？全都吃完了。阿昭姐，王阿娘说你给大伯家送了肉，为什么我家没有？这些天大伯一直帮我家挑水，阿爷阿婆又住在大伯家，我送肉过去，既是孝顺，也是感谢他们帮我挑水。你想吃肉，应该找你爹娘，让他们买。没吃到鸡，吃到了。怎么不装一碗回来给我和你阿爹吃？我过去的时候，他们都已经快吃完了，我就吃到1块肉。饿死鬼投胎，一整只鸡一顿就吃光了，也不怕撑死。阿娘，我还想吃肉，你明天去买。买肉不要银子，家里哪有钱？你声音小点儿，要是被人听到，还以为我们惦记小辈的东西。小半个时辰了，除了一只野鸡，没再看见其他猎物。连续多日在外围打猎，连小松鼠看见我都避之不去。这里光照条件太差，雨水渗进泥土后无法蒸发，地面潮湿，虫蚁最喜欢待的地方。鸡葱菌，鸡葱菌鲜嫩爽脆，清炒、油炸、炖汤都味道鲜美。现在1斤要卖400-500块钱，不知道这里的酒楼收不收，价格怎么样？宋姑娘能识得蘑菇有没有毒？小时候经常吃，所以识得。这些蘑菇我们酒楼都收，这2种每斤20文，剩下的每斤10文。若是晒干，价格翻2倍。不知酒楼每日能收多少斤？新鲜的1竹篓足矣。若是干的，越多越好，但你得保证采的蘑菇没有毒。掌柜放心，没吃过不认识的，我也不会采。阿姐，我明天和你一起去山上采蘑菇卖钱。诗雪一个人照顾安好，我不放心。阿姐，二弟很乖，我一个人就可以照顾，你就让哥哥跟着一起去吧，多采点就能多卖钱。我是男子汉，我要帮阿姐一起养活弟弟妹妹。阿姐，你就让我跟着去，好不好？10岁的年纪就知道替人分忧，不让他们做事，反倒会生出内疚感。好，明日你跟我一起上山。明天上山时挂在腰间，蚊虫蛇蚁就不会靠近。阿姐怎么会知道这些？小时候跟阿爹阿娘去城里时，在书铺看过一本介绍药材的书，从书上学的。阿姐真厉害，不像我和诗雪，阿娘嫌我们笨，从来不教我们识字。原主的阿娘曾教过原主识字，只是没教多久便放弃了。再后来宋启明兄妹出生，家里连纸笔都再没瞧见过。你和诗雨一点都不笨，是因为家里没钱，买不起笔墨纸砚，所以阿娘才没教你们。你要是想学，等过段时间，阿姐去城里买书回来教你们。买书要花好多钱，我还是不学了。阿姐教你，花不了多少银钱，
必须得学，否则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以后被人坑了怎么办？那我明天多采点蘑菇，把买书的钱挣回来。就在旁边采，不要走远，山上全是树，容易迷路。我知道了，阿姐。阿姐，这个能吃吗？能吃，但不好吃。阿姐，这个酒楼熟不熟？不熟。阿姐，这个蘑菇好漂亮。越漂亮的蘑菇越有毒，赶快扔掉。阿姐！咬到没有？咬到没有？启明，看着我。没事，阿姐没咬到我。阿姐，是我跑得太快，没看到蛇。害怕吗？要不要回家？我不怕，我要继续采。跟在我后面，3步范围内，不准走开。走，回家。阿姐要在这里挖一个陷阱，你把竹篓放下，在旁边休息一会儿。好。走吧，我们明天再来看。去西宁城一来一回要2个时辰，为了节省时间，干脆全部卖干蘑菇。阿姐，弟弟的衣服我做好了。诗雪真厉害，这衣服就跟城西铺子里卖的一模一样。阿姐若是喜欢，以后我也给阿姐做。家里什么都缺，我得赶紧赚钱。阿姐，陷阱好像有东西。阿姐，是一只小山羊。阿姐，我们真的要把它杀了吗？先不杀，等长大再杀。你别怕，我们先养着你。今朝，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。婶子进屋说。总不会是想涨价吧？婶子，你有话可以直说。赵老爷从隔壁村过引了一个刚出生的孩子，他想请我去他家当乳娘。我明日就要去赵家上工，你弟弟我就喂不了了。赵老爷开工钱实在是高，我不好拒绝。这是昨天你让诗雪败给我的10文钱。这是今日的奶钱，我们银货两讫，婶子也不用觉得亏欠。这几天多谢您帮忙慰安好。隔壁村肯定有刚生产的妇人，你们可以问问赵老爷的孩子是从哪家过亿的，他家阿娘肯定有母乳。阿姐，安好怎么办？去隔壁村一来一回至少要半个时辰，总不能白天一直待在别人家里。幼崽掉进陷阱，母山羊一定还没走远，没有母乳，可以喝羊奶啊。阿爷，
我晚上要进山，启明失血年纪小，我担心他们夜里害怕，想让阿婆到我家住一晚。天黑上山最危险，你去干嘛？赵老爷请土大阿娘去府里当乳妈，安好以后就没有奶喝了。今天有只小山羊羊掉进我挖的陷阱里，我想把母猎羊抓回来，挤羊奶给安好喝。等天亮再上山抓，不急于一晚上。再过一晚上，我怕它走远找不到。天黑你一个人上山，我不放心，让你大伯陪你一起去。不用，附近我很熟，不会有危险。大郎，出来！爹，你陪金钊进山一趟。天黑山里全是豺狼虎豹，太危险了。没出息！金钊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赶紧去！你不带武器？真遇到危险，怕不是个拖油瓶。好吧，那就一起去。为了送安好，我今晚必须把母山羊带回。大侄女儿，这里阴森森的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大伯，安静点，别说话，声音在晚上太明显，会把野兽吸引过来。母亲不会轻易丢下幼崽，她一定在附近待了很久，直到彻底没希望才会放弃。可千万别是我想的那样。金钊，金钊！金钊！没救了。小山羊尸体还有爆头，捡上。一个大男人，胆子怎么能这么小？谁？娘，是我和金钊。这是你们杀的？不是我，是金钊杀的。我去烧水给你们洗洗。很好，安好的奶有着落了。好像还是个没长大的姑娘。
我的老天爷，这是哪个猎户这么厉害？宋姑娘，大哥，掌柜在吗？在。天哪！一个10几岁的姑娘打到花豹的，这可是花豹，会吃人的。掌柜的，快来啊！掌柜，宋姑娘背来一头花豹要卖，就在楼下等你。什么豹子？快抬去后院！半夜杀的，死了不到3个时辰。新鲜的很。去拿杆秤。哎，我也想。丢人现眼，没本事还硬来，连个豹子都抬不动。157斤，豹子肉多少人吃？每斤我给30文钱，一共是4两710文，加上皮毛和头颅，我愿意出30两银子，再加5两银子。这张皮这么完整，肯定有人愿意出大价钱。再加3两，一共33两。称重的时候，我都没有去掉毛皮的重量。行，就33两。爽快！这2天采的蘑菇都在家里晒，过几天我一并拿过来。大概多少斤？现在只有100多斤，过2天应该会更多。自己算是赌对了。这么大一头豹子，到底怎么杀的？卖的顺不顺利？有没有人欺负他年纪小？今朝，阿爷，重不重？把东西给我。卖的顺不顺利？有没有人为难你？卖给了石有基的掌柜，他开的价钱很公道。我之前猎到的山鸡和野兔也都是他收的。石有记是西宁城数1数2的大酒楼，在外名声一直很好，应该不会欺负你一个小姑娘。卖了多少银子？家里钱还缺不缺？加上皮毛和豹子头，一共卖了33两。把钱收好，该花的不用省，但不该花的可千万得省。阿爷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阿姐回来了。阿姐，卖掉了吗？卖掉了。小孙子吃喝的问题解决了，等小山羊明年长大后还能卖钱，还有30多两的存款，老三家以后的日子终于有盼头了。阿姐，这些都是给我们的吗？这家里无论谁的衣服都是暗淡耐脏的深棕色、土灰色，就连白色都找不到一点。一方面是耐脏，不用经常换洗；另一方面，原主阿娘想省钱，舍不得买好看的布料。以后阿姐赚钱了，你们不只要吃饱，也要穿得暖，穿得好。阿昭姐，昭姐，你爹娘和阿爷阿婆他们呢？阿爹阿爷他们去田下给稻子浇水了。我穿过来后，家里的10亩田还没去看过，不知道里面的庄稼长得怎么样。这是给你阿爹的。怎么了？肚子饿了？阿昭姐刚刚送了羊肉过来，说是给阿爹的。没想到我什么都没做，还能分到半只羊。刚刚我去老吴那儿，看到老大家居然在吃肉，一定是今朝又给老吴送肉了。不是逢年过节，大房不可能买肉吃，他们的肉从哪里来的？除了送今朝，没有别的出处。
我去老三家看看。我也去。哎呦喂，捉到羊也不知道送点给你们二伯尝尝，就知道自己躲着吃独食。家里的肉不够我和启明、失血3个人吃，实在挪不出多余的送给二伯。那老吴怎么有？难道不是你送的？哼，怪不得会找上门，那是大伯应得的。昨天半夜上山抓羊，大伯跟我一起去的，我怎好不分给他？你们好端端的晚上上山干嘛？多危险！弟弟没有奶喝，阿姐没办法，才要抓母羊回来给弟弟喂羊奶。这不还有一只小的吗？它还小，要等它长大后才能吃。那日在老屋，二伯和二婶嫌我和弟弟妹妹们是累赘，宁愿过继冲喜嫁出去，都不愿意给口饭吃。这些天也从未上门看过我们，更别说帮忙。没想到今天第一次上门，就是来要东西。二伯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二婶误以为你送肉给你大伯，不给我们，所以才不高兴。就因为我和你二婶心里有你们，看到你偏心大哥，所以才会伤心。我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长辈，鬼话连篇，张口就来，都不用过脑子。大伯天天帮我们挑水，我不偏心他，偏心谁？二伯说你心里有我们，怎么从来没上门问过我有没有粮食吃？几个弟弟妹妹过得好不好？脸都没露过，怕不是早就把我们几个侄子侄女忘干净了吧？既然是误会，我跟你二婶就回去了。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，随时来找我，二伯马上就过来。大哥去挑水也不告诉我，害我被今朝冷嘲热讽。以前也不知道这丫头口齿这么伶俐。大哥肯定是故意的，知道今朝有本事，就上赶着去给他帮忙。哼，就是为了要肉。你明天也去挑水，等他下次猎到东西，趁机要点。接下来几天田里要浇水，我每天累得动弹不了。等田里浇完，空下来我再去给他挑吧。稻子还有不到1个月就能成熟收割，现在还需要浇水吗？阿爷，稻子快熟了，还要浇水。最近几天天气越来越热，老天爷不下雨，不浇水影响收成。阿姐，我们回去做什么？拿水桶和扁担。动作快点，赶紧把家里的浇完，去给今朝帮忙。爹和大哥去老三家帮忙的时候，你也去，别落了下风。不用你催，爹到时候肯定会叫我。唉，这比采蘑菇打猎累多了。吃完早饭，跟我上山采蘑菇。不浇水了吗？不浇了，把时间耗在田里，还不如上山采蘑菇。少收就少收，不管了。好，我跟阿姐上山。不会是嫌累不想干了吧？你阿姐呢？阿姐和哥哥上山采蘑菇去了。这么多蘑菇还不够吃？这些蘑菇是要送到城里去卖的。阿姐说采蘑菇赚的钱比给田里浇水多，所以就不浇水了。这也没多少，能卖几个钱？阿爷，不止外面的，里面装的全都是蘑菇，至少得有上100斤，这么多是从哪里采的？不行，晚上我再过来一趟，要问问清楚。啊！阿姐，好香，马上就能吃。
山上外围的蘑菇没那么多，你是不是去山里面采了？阿爷放心，我不会有危险的。哎，不浇水，每亩得少收7、8斤粮食，7亩就是50多斤，能卖半两银子。种田虽辛苦，却安全。新鲜的每斤10文20文，晒干的更贵。我已经和酒楼掌柜说好了，我采多少，他收多少。1斤10文20文，这么贵的吗？阿爷，今晚你和阿婆就在我家吃饭。不用，我回去吃。下山的时候，陷阱里有只兔子，锅里已经烧好了，我们几个吃不完，留到明天就不新鲜了。启明，去把阿婆叫过来。我马上去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阿爷呢？阿爷在我家，阿姐让我叫阿婆过去吃饭。好端端的，怎么能去吃你们家的粮食？阿婆快走，饭马上就好了。煮饭时掺一半粗薯就行，哪能全煮白米？粗薯太糟，吃着容易刺嗓子。白米比粗薯贵1倍，过日子得知道节省。赚钱就是用来花的，启明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应该吃好一点。阿爷阿婆快吃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阿爷，我想在院子里挖口井。好端端的挖什么井？今天早上你大伯没来挑水？挑了，就是不太够用。家里天天都得用水，有口井，肉也能吊在井里保鲜，早晚都要挖。挖口井大概要2两银子，村里没有井匠，过2天我去隔壁村请人。好，大伯天天帮我们挑水，辛苦了。这碗兔肉给大伯他们带回去，让永年他们也尝尝。既然要给他们，刚才怎么不把大郎一家都叫来？昨天二伯和二婶来过，他们说只给大房送肉，偏心。二婶还骂我们吃独食，她差点把羊圈里的小羊抢走。今朝和启明要上山采墨蘑菇卖钱，没时间浇水，你们把家里的田浇完，再一起把三郎家剩下的6亩田浇了。好，今朝自己都不浇，那是你侄女，就是60亩你也得帮。你不愿意，以后就别认我这个爹。阿爹，我又没说不浇。明天不上山了，我去城里把这些蘑菇全卖掉。这么多，怎么运到城里？靠手扛，至少得来回3趟。可以用板车，阿爷家里就有一辆。我去借。你们阿爹阿娘呢？他们和阿爷阿婆去田里浇水了，还没回来。都过去5天了，还没浇完。你们在家待着，别乱跑，我去叫他们回来。阿爷，你们这是？你大伯二伯他们闲在家里没事，干脆帮你把田浇了，还剩最后1亩，明天上午就能浇完。阿姐怎么去了这么久？阿爷他们都在田里，大伯、二伯和2个伯娘把我们家的6亩田快浇完了。二伯和二婶也去了？去了。明天我把蘑菇送进城卖掉，晚上请大伯、二伯2家来吃饭，就当谢谢他们。这些留下，明天炖汤。好。掌柜，宋姑娘来卖蘑菇了。就是你说的那位宋姑娘。算算时间，应该正是今日来送蘑菇。本公子倒想看看，能徒手猎豹的姑娘究竟长什么样。少爷，宋姑娘，这是我家少爷。少爷，蘑菇都检查完了，没有问题。采这么多蘑菇不容易，宋姑娘辛苦了。贵酒楼给的价钱高，值得辛苦。关外的菌菇很快就会越来越少，西宁城入冬早，冬季也长。我想请宋姑娘带人去滇云采蘑菇，一路上的费用都由李家承担。滇云野生菌菇多，采摘期能持续到10月，可那里距离西宁城太远了。无论带去的人采到多少蘑菇，宋姑娘都能分3成，这已经是我能开出的最高的价了。我不是嫌钱少，滇云距离西宁城太远，一来一回再加上采蘑菇，至少2、3个月不能归家。家中弟妹年纪还小，我不放心他们。多谢李公子的好意。今日家里还有事，请掌柜尽快帮我结算吧。12袋，一共542斤，总共21、390文。 7日后
我会再送一批过来，不过数量不会有这次多，那一批可能也是今年最后一批。宋姑娘真的不再考虑这样的机会，以后可未必还有。认识蘑菇的人有很多，李公子可以试着找别人，我确实不方便出远门。认识蘑菇的人确实不少，可滇云深山毒物猛兽众多，能徒手猎豹又缺钱愿意冒险的人可不好找啊。派个人跟上他。少爷，您的意思是？看看他家住在哪里，他不愿意，不代表他爹娘不愿意。能让一个小姑娘独自进山打猎，还让她一个人拖这么多东西，她在家里恐怕不受重视。是。阿姐，这些都是卖蘑菇的钱买的吗？对，而且还剩下很多钱。这么多！还记得每家送几个吗？大伯家有4个人帮忙浇水，送10个；二伯家有2个人帮忙，送5个。启明记性真好，去吧。还要请他们晚上来家里吃饭。公公也太偏心了，凭什么今朝自己不干，全让我们干？等收了粮食，又不会分给我们。你少说2句，干的是一样的活，就因为你一直抱怨，阿爹瞪了我们好几次。阿爹，阿娘，启明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阿昭姐让他来送包子。真的是包子！大姐已经去厨房拿碗了。二伯、二伯娘，阿姐让我来送包子，她还请你们晚上带弟弟妹妹去我家吃饭。你阿姐上午进城了？阿姐去城里卖蘑菇了，她买了好多菜，说晚上要请客。等等，篮子里怎么还有这么多？剩下的是送给你大伯家的。对，给他们多少？大伯家有阿爷、阿婆、大伯和大伯娘4个人帮忙，阿姐让送10个。凭什么给他们10个，只给我们5个？大伯家4个人帮忙，二伯家只有2个人，所以大伯家多一些。你大伯家只有6口人，我们家也有5口，5个包子怎么够吃？可是阿姐就是这么分的。晚上人多，记得让你阿姐多煮点饭。阿姐明明叮嘱过我，现在大伯家少了2个，我该怎么办？这么一点小事我都没有做好，阿姐会不会觉得我很没用？启明，大伯娘，阿姐让我来送包子。怎么买这么多包子？阿姐特意多买的，她还让你们晚上去我家吃饭，二伯家也去。你阿姐花钱就是大手大脚，买这么多包子还不如称半斤肉划算。家里已经2年多没吃过白面肉包了。启明，你的眼睛怎么红了？是不是刚才绊到门槛摔疼了？我用手撑住了，没有摔倒。阿姐一共装了15个包子，她叮嘱我大伯家10个，二伯家5个。可是二伯说他们吃不饱，又从篮子里拿走2个。我怕阿姐怪我没有把事情做好。连孩子送来的2个包子都抢，二弟也太不像话了。没事儿，就当阿爷和阿婆一人多给了你二伯1个。天热，你赶紧回去，告诉你阿姐，田已经全部浇完了，让她放心。我知道了，阿爷。阿姐，对不起，你交代我的事情我没有做好。不是你的错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忙确实帮了，人也是真的有缺陷，还好没有住在一起，否则以后还不知道还有多少麻烦。今天只是2个包子，可若一直贪得无厌，再亲的亲人也迟早会变成陌路。你说什么？宋姑娘的父母都去世了，小的一路跟到城外20里的宋家村，他家院子十分破旧，里面只有4个孩子，最小的那个还在襁褓里。宋姑娘的父亲20多日前修建运河被落石砸死，她母亲听到噩耗后早产，也没能活下来。那些猎物竟然真是他一个人打的。弟弟妹妹只有10岁，还有一个尚在襁褓，恐怕一夜不回，他都放心不下。少爷，还要让宋姑娘去滇云吗？罢了，这样的处境，他根本不可能离家。小小年纪，父母双亡，还能赚钱养活3个弟妹，确实不容易。以后他送来的菌菇
只要品质没有问题，照单全收。是，少爷。大房和二房一共11人，加上我和启明失血，至少得准备10道菜。阿姐，这么多菜能吃完吗？他们帮我们浇了6亩田，累了这么多天，今天一定让大家吃饱。这肉得有3斤，隔半斤今晚吃，剩下的用盐腌起来。你们留着慢慢吃。阿婆，今晚10几个人，半斤肉1人2口就没了，这些都是我特意买回来招待大家的。一顿吃掉3斤肉，这也太多了。这几天大家挑水浇田，都累瘦了不少。这顿饭是我的心意，若是招待不周，以后我哪还有脸请大伯二伯帮忙？行了，既然你都买回来了，那就全部做了。没规矩！你宫殿还没动筷，主人也没说话，你就先吃。娘，我都快饿得肚子疼了，再不吃菜都要凉了。二房这辈子恐怕也就这样了。今朝为了这顿饭花了多少心思，你们都看见了。以后别帮着做一点事儿就整日抱怨，一家人本就应该相互帮衬，尤其是你们这些做长辈的。阿爷说完了，大家就吃饭吧。爹，你就是瞎操心。今朝这么有本事，以后还不一定是谁帮谁。今朝卖蘑菇真的能赚钱吗？这不是明摆着吗？不能赚钱，他哪来的银子买这么多肉？宋家这些长辈中，二房夫妇最自私吝啬，但他们还算不上心肠狠毒。他们没有为了23两银子强迫失血和安好，说到底还是因为太穷，害怕一家人全被拖死。卖蘑菇确实比进城做苦力赚钱，价格最低的干蘑菇1斤也能卖20文，但采收时间很短，到了9月，山里就没有蘑菇了。今朝这么好的事情，你可不能忘记我们这些穷亲戚。下次上山，把你二伯也带上。山里毒蛇猛兽多，你就不怕二娘出事？有今朝在，有什么好怕的？真有危险，他也不会带启明上山。有危险，第一次上山时差点被毒蛇咬死，还好阿姐就在旁边，她一斧头把毒蛇的脑袋砍掉了。后山的蘑菇已经采得差不多了，明日我准备去北山。大伯、二伯若是想去，明早可以过来，但我只有1个人，顾不上所有人。北山没人走过，危险肯定会有。今朝说的对，去不去你们自己考虑清楚。既然明日要去北山，挖井的事情就再推迟2日，光请井匠还不够，家里也得有人帮着挖。蘑菇再过几日就彻底没有了，等采完最后一批再挖井也不迟。阿姐，明天真的要带大伯和二伯上山吗？你不想让他们去？他们以前想把失血和安好送人，我不喜欢他们。我们去院子里说。爹娘活着的时候，宁愿自己饿着，也会省一口给我们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是爹娘生的，他们疼我们，不舍得我们吃苦。那他们对永年、耀祖这些堂弟堂妹呢？没有对我们这么好。如果永年和耀祖抢你和失血的东西，爹娘会怎么做？爹娘不会让他们抢。如果只有1块肉，愿意分给永年和耀祖吗？不愿意，但我愿意分给阿姐和失血。如果你有1整盘肉呢？那可以分给他们一点。所以他们不是狠毒，只是负担太重，走投无路。人人都有私心，这是很正常的。挑水很累，可阿爷还是带着大伯和二伯把剩下6亩田浇完了。大伯娘和二伯娘也帮了忙，他们帮我们浇田，我们请他们吃饭，再带他们上山赚钱。以后我们遇到困难，他们才愿意继续帮忙，心里也不会有怨气。就是相互帮忙，有来有往，不能总让一边吃苦，不然心里会闷闷的，不舒服。没错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阿姐，我记住了。北山从来没有村民去过，你真的要去？你不是想给永年和巧娘做身新衣裳吗？
采到蘑菇卖了，就有银子买布。今朝再厉害，也差点被毒蛇咬死过。不会有事，爹也会一起去。都说山里危险，你非让我去干什么？要去你自己去，我才不去。20文钱1斤的蘑菇，去哪里找这么好的事儿？有今朝在，他还能真让你死了？日子过得好好的，你非让我去送死？好个屁！家里连饭都吃不饱。北山没人去过，你们千万小心。有今朝带路，不会有事。时辰不早了，走吧。我不去，要去你自己去。20文钱1斤，你不去才是傻子。爹，要不要叫二弟？大哥和公爹都去，你不去像什么样子？把香囊系好，再将药粉撒满全身，里面有雄黄和驱虫药草，可以刺激蛇虫鼠蚁。走路动作不要太大，免得药粉掉得太快。这也太难闻了。不难闻，怎么驱赶毒物？这么多，越漂亮的蘑菇越可能有毒。除了我教过的3种，其他一律不准碰。我知道了，你快放开我！不要离我太远，遇到危险，距离太远我来不及救人。这里的蘑菇果然比后山多。弯腰采了2个时辰，这活一点都不比夏田轻松。吃点干粮。不用，我和启明带了午饭。二伯，给你。启明真孝顺。孙伟小河的上游绕过后山，没想到在这里还有一条分叉。是狼！不止一头。对岸的动物比我想象中更多。快走，再快点！一头狼今朝或许打得过，10几头怎么打？要是被追上，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下。等一下，那里有一大片鸡松窝。别管什么鸡松了，赶紧逃命！狼群追过来，我们就完了。狼群已经捕到猎物，短时间内不会再狩猎。刚才也没有发现我们。我们可以回后山采。后山已经被我和启明采完了。爹，山中处处都有野兽，上次的花豹就是在后山遇见的。去哪里都一样。继续采。明天我不来了。阿爷大伯，你们明日还去吗？今朝，你明天还去北山？今日还有地方没采完，明天得继续。我去。今天才采100多斤，晒干以后更没有多少，我还得赚钱给永年和巧娘做新衣裳。我也去。多一个人同行，遇到危险还能互相照应。我年纪大了，真出事也就罢了，大狼绝不能死在山里。你们都不要命了？没人逼你去。公爹和大哥都已经出发了，你赶紧起来！我不去！你是没看见，那些狼嘴里全是口水，一口下去，半截身子就没了。那公爹和大哥怎么还敢去？他们不要命，我还要命。明日是与李掌柜约好的最后一次交货。阿爷、大伯、二伯，明日一早和我、启明一起进城。这么多蘑菇，应该能卖不少银子吧？等酒楼检查称重后才知道。呵呵，宋姑娘，李掌柜，这是我阿爷、大伯和二伯。这批蘑菇是我们一起上山采的，我已经全部检查过，没有问题。4两，我在地里忙活1年，也未必能赚这么多。真不能小看女娃，今朝的本事远比我们想象的大。一只烧鸡而已，不是什么值钱东西。宋姑娘带回去给弟妹尝尝。今日她的态度未免太过热情，
难道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？收着吧，是酒楼的一点心意。那就多谢李掌柜了。爹，今朝我去布庄买布料了，待会儿见。别看了，去拖板车。疼，爹你松手。爹，我买几个肉包带回去。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吗？我还有些事情，你们先回。姑娘想买什么？2套笔墨纸砚，3字经百家姓千字文，各要2本。是给家中孩子启蒙？是。最便宜的笔墨纸砚1套50文，启蒙书的手抄版每本30文，印刷版每本100文。有好一些的吗？这一套要100文。就要这种，2套，再多拿50张纸。这里的印刷术还处于起步阶段，手抄版更适合启明和诗语临摹。这6本启蒙书我要手抄版。啊5天就赚了4两，早知道这么赚钱，就该第1天跟着去。之前忙着挑水，哪里有时间？这不比得种庄稼赚钱多了？今朝卖蘑菇，一共赚了多少？李掌柜把他单独叫过去结账，还白送他1只烧鸡。他和启明2个人采，至少赚了10两。都怪你中间偷懒1天，不然我们就能赚5两了。山上全是野兽，我差点把命丢了，哪有那么容易赚？从明日开始，该教启明和诗雪读书了。井台要修高一些，家里孩子多，太低容易掉进去。可以像村里的水井一样，在4周加一圈围栏。木围栏不够牢固，还是用青砖砌高些，安全最重要。井口上方再装一个路渠，提水方便。加高井台，再安装路足，要多花200文。可以，麻烦修得牢固一些。笔要握直，慢慢写，不要着急。幸亏上大学的时候参加过书法社，否则我还真不会写毛笔字。阿姐，我用炭笔写的明明很好看，为什么换成毛笔就像螃蟹腿一样？刚开始都这样，多练习就好了。这是在做什么？阿婆，阿姐在教我和诗雪写字。买这些东西花了不少钱吧？确实不便宜，但只要值得，花些钱也没什么。明晚都去你大伯家吃饭，一个都不能少。为什么？明天是中秋节，往年这个时候三房也会回老屋团聚。来到这里以后没有手机，我连节日都忘了。这么算来，安好已经出生40多天，他的满月酒还没有办呢。来就来了，还带什么东西？这孩子养得真好。诗雪照顾得很细心，我和启明不在家时，都是他守着安好。阿爷，前些日子太忙，我们忘了安好的满月，我准备过2日给他补办一场满月酒。这是喜事，你想定在哪一日？后天，再晚就到秋收，大家都要忙起来了。好，我让你阿婆和2个伯娘帮忙。听你阿婆说你在教启明读书写字，你想让他考科举？有这个想法，能走科举这条路最好。即使考不上，多读书也有好处。村长的孙子在城里念私塾，1年束胸6两，加上笔墨纸砚，得花10几两银子，确实不便宜。镇上也有私塾，先生是个童生，1年只收2两银子嘛，可以先送启明去那里。我再想想，镇上虽然便宜，路程却比进城多出近1个时辰。若是遇上河水上涨，连桥都过不去。城里的先生都是秀才，学问也更好。既然要读，就该给启明选最合适的先生。那是不是你侄女今朝？是今朝，她怎么下河了？今朝，赶紧上来！河水又深又急，你快上来！我不去河中间，中午的满月酒还差2条鱼。鱼哪有那么容易抓？河底的石头全是青苔，滑到就麻烦了。梨花，没想到你家今朝连抓鱼都这么厉害。也就那样，这孩子就是胆子大。再单独摆一桌，专门给孩子们做。
为什么我们这桌没有鱼？鱼刺太多，怕你们卡住，所以特意多做了一道小酥肉。这样的席面，在咱们村里可是头一份。谁能想到，1个多月前还快活不下去的几个孩子，如今能把日子过成这样？今朝今年14岁，还没有定亲吧？今朝年纪还小，不急着嫁人。大牛媳妇儿说过，今朝答应弟弟成家以前，绝不嫁人。启明才10岁，等他成家，今朝都21了，早成老姑娘了。等你16岁，阿爷在村里给你招个赘婿，等启明成家以后，你们再分家。阿爷，我没打算招赘婿，在启明成家以前，我绝不会嫁人，我没空，也没有这个心思。过2年若改变主意，一定告诉阿爷，阿爷会替你找个好的。真的不用。老天爷，为什么这里没有收割机？7亩田要用镰刀割到什么时候？阿姐，快点割！阿爷说过2日可能下雨，必须赶在下雨前把稻子和粗笋全部收完晒好。白天割稻，晚上脱粒。从前做过的所有兼职，和种田相比都算轻松。阿爷，白天割稻，晚上还要脱粒，实在太累了。我想请人帮忙给稻谷脱粒。家里这么多劳动力，哪里需要花钱请人？你干不动就放在家里，等我们忙完再去帮你。不是说过2日要下雨吗？来不及脱粒晾晒，稻谷发霉怎么办？后半夜我们去你家，6个人一起干，1个半时辰就能做完。一天干11个时辰，身体会累垮的。省下的钱最后还不够买药。秋收就忙这几日，忙完以后有的是时间休息。老天奶啊，他们后半夜过来帮忙，我总不能躺在屋床睡觉吧？等到秋收结束，我恐怕也只剩半条命了吧。今晚再坚持一次，明天无论阿爷怎么反对，我都要花钱请人脱粒。牛能拉石落，羊为什么不能？不用再说了，吃过饭我们就去帮你脱粒。阿爷，我不是来说这个的。村里谁家有闲置的石落？你问石过干什么？你家又没有牛。我虽然没有牛，但我有羊啊。现在就缺一个石过。总算不用再用手摔了。看好他，别让他在稻子上拉屎。阿爷放心，他刚刚已经拉过了。整整6天，我累得像头牛，幸好还有他，否则我真撑不到秋收结束。往年爹娘会卖掉1/3稻谷，再拿1/3换成粗酥，剩下的掺着吃。粗酥口感差，磨嗓子，还特别费柴。家里现在人少，吃不了这么多粮食，粗酥全部卖掉，稻谷也卖掉1/3。明日阿姐进城卖粮，后日带你们一起去街上买东西。啊，那安好呢？当然也带上。太好了，我们可以一起进城了。安好不怕，阿姐在这里。启明，怎么了？房顶漏水，已经滴到床上了。阿姐，阿姐，粮食还在里面。全部蹲在这里，不准出来。风太大了，现在出去，别说修屋顶，连人都可能被吹走。阿姐，你快回来！我没事，你们千万别出来。这座房子已经太旧了，屋顶千万不能全部塌下来。
这感觉就像童话里那个卖火柴的小姑娘。若不是还要照顾宋启明、宋诗雪、宋安好，我真想闭上眼睛，什么都不管了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这房子若再遇一次暴风，恐怕真会把人压死。阿姐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去大伯家，这里已经不能住人了。哎，这么早过来，出什么事了？阿爷，我们家的粮食全被水淹了。昨夜屋顶被风掀走一半，墙倒了2面，厨房也塌了，雨水灌进屋里，粮食几乎都湿了。赶紧煮生姜水，让几个孩子驱寒。我马上去。大郎，跟我去3房看看。你们先喝姜汤，我跟阿爷过去。时代捣鼓全部泡了水，剩下的大部分也是半干半湿。早知道昨日就该拖到城里卖掉，现在就算晒干，价格也会低很多。若是接下来不出太阳，恐怕全部都要发霉了。今日应该会出太阳。去把二郎叫过来，先将粮食搬到老屋晾晒，再看看房子应该怎么修。阿爷，我不准备修了，这房子实在太旧，即使修好也撑不了几年。冬日若是下大雪，我怕屋顶再次塌下来。我想把旧房拆掉，重新盖新房。盖新房要花不少银子，普通土砖房一间至少需要6两银子，2节就是12两。你卖蘑菇赚到的钱，恐怕全得搭进去。阿爷，我的钱够，银子没了可以再赚，可弟弟妹妹不能继续住在随时会塌的房子里，这座新房必须盖。好，我去找村里人帮忙。今日先抢救粮食，明日就拆掉旧屋，开始盖新房。体温正常，也没有流鼻涕，应该没有感染风寒。下午我和你大伯、二伯先把旧房拆掉，再清理地基。新房准备怎么盖？中间并排建3间，中间作为堂屋，两侧各建1间卧房，贴着墙角再建1间茅房，东边建厨房，西边再建2间房，前院建羊圈和柴房，最后再用院墙把4包围起来。你家现在只有4个孩子，哪里需要这么多房间？2间卧房加1个堂屋就够住了。照你的图纸建，没有30两银根本盖不下来。启明和诗雪已经长大，应该1人住1间。安好以后也需要自己的房间，既然要建，索性一次全部建好，免得以后再拆改。你有这么多银子吗？我和启明卖蘑菇赚了30多两，足够建房。钱是你赚的，我也拦不住。秋收刚结束，村里人都有空，我多叫些人，争取半个月内把房子盖好。谢谢阿爷。阿爷，先别做土坯砖，房子主体我想全部使用青砖。青砖？你知道青砖有多贵吗？它比土坯砖贵5倍不止，光买砖就要花30-40两，你那30两根本不够。围墙可以用土坯砖，但住人的房屋必须用青砖。土坯房也能遮风挡雨，村里人住了几十年，不都好好的？那是因为大家没有钱，若能选择，谁不想住结实的青砖房？赵家的青砖院用了这么多年，看起来仍像新的一样。我卖花豹的银子还没有花完，房钱不够就先拿出来使用。那是你最后的家底，银子应该留在手里应急。明年启明去私塾读书也要花不少钱。启明明年才去私塾，这段时间我还可以继续赚钱。这次经历过塌房，我只想让弟弟妹妹住得安全舒服。罢了，日子是你自己过，我去砖窑替你买青砖，先盖3间，让他亲眼看见银子花的有多快。若是后悔，剩下的房间还能停工。启明、诗雪和安好，以后都会拥有自己的房间。每天有10几个人帮忙建房，粮食消耗很大。中午用粗素掺着稻米煮饭，必须让大家吃饱。别人家建房，中午有一道炒鸡蛋就算大荤。今朝家不但有鸡蛋，竟然天天还有鱼肉。青砖加瓦片已经花掉32两。今朝你和诗雪住1间，以后安好长大了就让他和启明住，3间青砖房已经够住了。剩下的房子用土坯砖建怎么样？不行，既然已经开始建，
就全部按照图纸建完。这些用来寄买青砖和瓦片。你这孩子怎么就是劝不住？阿姐，我也能自己住一间吗？当然，你和启明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房间。阿姐，等阿豪长大也有自己的房间。你们每个人都有。原本只准备花30两，最后竟花了70多两。每次银子花完，你都能继续拿出来。你究竟攒了多少钱？现在已经没剩多少了。70多两，就这样全花了。建房严重超出预算，就连卖粮食的钱也搭进去将近一半。唉，一朝回到解放前，3两银子实在太少。对了，上次进北山看到山涧对岸的野猪群和梅花鹿，看来只能进山干一票大了。姑娘来铁匠铺有什么事？我想买一张弓，再买一把匕首。这些弓箭都是最近制作的，箭头锋利，足以穿肉而过。力道足够，应该可以射杀野猪。这张弓多少钱？2两银子，箭15文一支。这把匕首呢？1两银子，正好3两。买完以后，就真的一文不剩。弓和匕首我都要，能不能送我10支箭？最多送7支，7支箭价值105文，再多就要亏本了。7支就7支，但我要亲自挑选。随便挑，我家的箭支支支锋利，不合格的早就回炉重造了。阿姐，一定要小心，早点回来。安心在家照顾安好，天黑以前我一定回来。哥哥，建房子是不是花了很多钱？阿爷说花了几10两，阿姐的钱全用完了。新房很好看，可是阿姐变得更辛苦了。如果蘑菇1年4季都有，我就能继续帮阿姐赚钱了。从这里下去，应该就能到达山涧。200斤左右，至少能卖几10两。血腥味会引来大型凶兽，必须马上离开。普通剑枝破不开他的厚皮，我只有一个人，不能正面交手。这头老虎比花豹危险太多，再慢一步，我就成了它的口粮。快拿碗来接鹿血！1斤鹿血能卖半两黄金，你从北山走了2个时辰，这一路得浪费多少银子？先别说鹿血，酒楼有热水吗？我想洗澡。有，我马上让人准备。姑娘，掌柜让我给您送一套干净衣服。进来吧。掌柜正在后院等您。我知道了。40两，这头我全部收下。这是一头200斤重的雄鹿，40两太少，至少60两。要是鹿血还在，别说60两，70两我都愿意出。现在1碗鹿血都没有，价格自然要降低。我猎鹿时遇到一头成年巨虎，差一点连命都没了，40两可不够买我的命。你若能猎到那头老虎，至少能卖100两。它的小腿比我的腰还粗，为了银子丢掉性命，不值得。那就50两，这已经是我能给出的最高价。
猜你还没吃饭，这碗里放了半斤牛肉，先填饱肚子。50两就50两，再给我装10个肉包带回去。成交。阿姐怎么还没回来？今朝还没回来？没有，他后半夜就进山了，到现在已经整整1天。他不会遇到狼群了吧？我要阿姐，阿爷，你带我去山里找他。别哭，你阿姐能杀花豹，不会有事。豹子只有1只，可狼群有好多只。他可能猎到东西，绕路去城里卖了。再等一会儿，他一定会回来。这衣服好像是我买的布料。诗雪，怎么是你？蹲在这里干什么？谁欺负你了？怎么哭成这样？是家里出事了，还是安浩生病了？阿姐，你怎么才回来？阿爷他们都有事先回家了，只有我还在等你。你以前去城里中午回来了，现在天都快黑了。阿姐去了一趟城里，所以回来晚了。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？启明和诗雪在路口等了你1下午。安好要喝奶了，启明就带他回家了。我们家里都还有事，不能一直看着他们。只有诗雪一直等你等到现在。他们顶着太阳等了我整整1下午，他们会害怕我出事，也害怕我像爹娘一样突然消失。我从小就是孤儿，出门没人询问，回家也永远只有漆黑的出租屋。原来被家人等待是这样的感觉。老婆子，要不你搬到3房照顾几个孩子吧。阿姐，阿姐今日去了北山，猎到一头梅花鹿后，又走小路送去城里，衣服沾满了血。我在酒楼洗过澡才回来，所以耽误了时间。这次是阿姐考虑不周，以后若是回得晚，我一定先回来告诉你们。阿姐以后上山把我们也带上。我们不想一直在家里等。好，阿姐以后不会再让你们这样担心。现在的我已经不是独自一人，做任何决定以前都要记得家里有人等我回来。我原本想让你阿婆搬过来住，她在这里也能照顾你们。今年我不准备再进山打猎了，我会留在家里陪启明他们。如今已经10月，西宁城很快就要入冬，接下来要准备过冬的粮食、柴火和衣物。你阿婆便不用搬过来了。知道北山有狼群，你还敢一个人去？看看2个孩子眼睛都快哭肿了。不会再有下一次了。边关的秋季很短，只有1个月。这1个月里，必须把冬天要用的柴火全部囤够。阿姐，这些够烧几天？不够，冬天长，柴火越多越好。柴火的事情就交给我和你大伯，你们在家好好休息。嘴上说的好听，要不是爹上门去喊，8辈子都等不到他主动帮忙。那就麻烦大伯、二伯了。一家人说声麻烦。原主阿娘从前种的蔬菜不多，现在大部分菜已经被拔掉吃完了。启明，把这些萝卜翻进地窖。好，阿姐，冬天只吃萝卜吗？当然不够，还得再买白菜和冬瓜。可惜这里没有土豆和红薯，大雪天待在屋里烤火，再吃一个热腾腾的烤红薯，那才舒服。柴火、粮食、菜、草席，这个冬天总算有点底气了。鸡笼在后面，我带你们过去。这些都是今年夏天孵出来的新鸡，每天都会下蛋，偶尔还能下2个。当初为了2两银子上门要债，谁能想到3房现在日子过成这样？阿姐要这个，阿娘说过这种鸡会下蛋。启明、诗雪，你们一人挑3只，多出来的2只冬天杀了吃。6只？6只。以后我们是不是不用买鸡蛋了？下的蛋够吃就不用买，若是下的多，还能拿去卖钱。哥哥，你抬稳一点，别吓到鸡。我抬得很稳。家里鸡蛋消耗太大，与其次去村里买，不如自己养母鸡。冬天真的快来了。
启明，阿姐，阿姐想让你明年去城里的私塾念书。为什么要去城里读书？阿姐不能教吗？过来。阿姐想让你考科举，以后当官。像高丽一样吗？他阿爷就想让他当大官。如果你能考上秀才，以后家里的田就不用交粮税。再遇到徭役，也可以不去。读书入仕是改变命运最好的方法。要不是徭役，阿爹就不会死。我不读书，等安好长大后，会不会也要去服徭役？高丽去城里读书，白天都不在家。我要是也去读书，家里就没人帮阿姐干活了，弟弟妹妹还需要照顾，我不能什么都不干。你要是能考上进士，入朝为官，到时候就可以买许多仆人服侍我和诗雪，就像赵老爷那样，躺在家里不干活，就有粮食主动送上门。你哥若能考上进士，日子只会比赵老爷舒服100倍。我愿意考科举，我一定要当大官，让阿姐和诗雪、安好都过上好日子。等明年开春，阿姐就去城里打听哪家私塾的先生学问最好。这段时间，你就在家里把字练好，再把千字文和三字经背得滚瓜烂熟，要不然到时候先生考你，你答不上来，人家不收你就完了。我现在就练。诗雪，你之前不是对阿姐这几本医书感兴趣吗？从今天开始，阿姐带你学医。学医，像村里的赤脚郎中。你要是能学好，会比村里的赤脚郎中还厉害。启明读书，诗雪学医，安好平安长大，这个家总会越来越好的。阿姐，这样真的能捕到鱼吗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上鱼了。阿姐，好多鱼！我想吃鱼，别人肯定也想吃。马上过年，鲜鱼正稀罕。启明，你去大伯家，叫阿爷、大伯和二伯把板车拖过来。我们要卖鱼吗？雪这么厚，去城里一趟不容易，要拖一车才不亏。跑这么快干什么？小心滑道。出什么事儿了？阿爷，阿姐在河里捕鱼，她让你们把板车拖过去。大冬天捕什么鱼？冻都冻死了。你阿姐抓到鱼了吗？捕到了好多，一个木桶都装不下。大郎，你去二郎家叫他过来一起拖板车。雪这么厚，怎么拖得动板车？废话这么多，今儿照让你去你就去。从老屋到河边才几步路，拖个车就有鲜鱼吃，这样的好事你还不赶紧去？外面是真冷啊！冷也去。阿姐，阿爷他们来了！我的个乖乖，这是把整条河里的鱼都捉完了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家家户户都想吃鱼，我想把这些鱼运到城里卖掉。原来不是全给我们吃的。大冬天鲜鱼稀罕，肯定能卖不少钱。时间不早了，赶紧装车。板车还装不满，我再下一网。还下？来都来了，多捕一些，去城里卖才划算。你先回家，路过大伯和二伯家的时候，把鱼分一分，我们家留3条就够。3条够吃吗？够了，1条水煮，1条清蒸，1条做烤鱼，吃多了也会腻。知道了，阿姐。这么多鱼从哪里来的？今朝从河里捕的，正要运到城里去卖。怎么卖，老叔？我家好几天没见荤香了，能不能卖我1条？阿达叔，鱼肉什么价格你也清楚，我运到城里要卖15文钱1斤，都是村里人，我给您10文钱1斤。那我挑1条大的。怎么称？咱们家没有秤。用手掂掂，按少了算。到城里卖的时候，我去找李掌柜借秤。接近8斤重，就按照7斤算，你看怎么样？就按7斤算。今朝丫头谢谢了，我身上没带钱，晚点给你家送去。快走快走，可别再来人了，1斤少卖5文钱，就算不是我的鱼我都心疼。过年前的鲜鱼果然不愁卖，这一车鱼应该能换不少银钱。雪天入城，每人交3文钱入城费，板车算10个人头。冠爷，去年入城好像没这规矩。大雪天给你开门，不交辛苦费就想进去，做梦！城门一直开着，我们来不来，你都得站岗。谁给你的胆子，
敢私下收百姓的钱。今朝，别说话，面前消灾，别和官兵硬碰硬。都是生面孔，难道是新调来的吗？这种眼神，真想把他的眼珠子挖出来。小姑娘长得挺好看，你送半车鱼到我家去，本官爷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了你。军爷，我孙女不懂事，我去给您送鱼。滚开！我要他亲自送。真不行，就骑车跑，不能让今朝跟他走。几个贱民也敢和小爷作对，找死！今朝是真能打，可是打了官兵，这可是塌天大祸呀！今朝，快走，别打了！难道朔北贼人绕过云中城，偷袭西宁？何人在此闹事？完了，全完了！民女宋今朝，我并没有闹事，而是自卫。将军，休要被这贱民欺骗，小人不过是上前例行检查，就被他殴打至此，贱民该杀。不关草民孙女的事，求大人饶命！理都没讲就先求饶，他们竟然这样怕官！我来往城中数次，从未被收过银钱，我不愿缴纳，他们便要求我将半车鲜鱼白送到他家，还对我言语举动行流氓之态。不过一时情急，民女才不得已出手反抗，还望将军明察。他说的可是真的？将军，休要听这贱女空口之言。我只是平民百姓，你若不欺负我，我为何要平白无故与官斗？将军，我侄女说的句句属实，若说假话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将军，他就是看我侄女长得漂亮，抢半车鱼不算，还非让她亲自送。清清白白的姑娘，这是要逼死人呐！将军，草民刚才入城时，被这几位军爷抢走了2只野兔，还请将军为草民做主。兔子呢？在门铺。将军，兔子找到了。2只白兔价值220文，他们真是贪得厉害。一人60军棍，打完扔去敢死营。将军饶命！将军饶命啊！多谢将军为草民做主。你的武功是在哪里学的？村里过世的军户教我的。没想到这个姑娘和军营还有些渊源。鱼卖多少钱一斤？15文，看来不用费劲自己去卖了。我都要了，把板车拖到县衙。板车上的鱼最多1000斤，每斤15文，也就15两左右。多谢将军，我们马上拖过去。今朝，你胆子怎么这么大？你敢和官府作对？西宁陈县太爷在外素有贤名，之前的守城兵卒也从未刁难过百姓。他一定不知道今日这事。那4个人不是我的对手，就算刚才的将军没来，他们也不敢把事情闹大。何惧之有？今朝，刚才那位将军给了你多少银子？赶紧过来推车，先把鱼送过去。从后门走，前门板车上不去。是。县衙就是县衙，连后门都比咱家正门气派。少说话，快推！是你。官爷怎么不在城门站岗了？这是升官了？哪里是升官？最近朔北贼子不安分，边关13城的城墙都被京离军接手了。这些天日日巡逻，可把我们累个半死。这是要打仗了？听说没多少人，想必是游走在2国边关的盗贼，成不了气候。不过近些天还是少出门为好，尤其不要去云中城。云中城离朔北国最近，也是守卫东赵国的第1道防线。走，赶紧回村。当年朔北贼子猖狂的时候，你年纪还小，记不住事。每到冬季，他们都要洗劫边关附近的村落，1粒米都剩。没了粮食，很多村民熬不过冬天，只能活活饿死。我们村也被洗劫过吗？西宁城前面有云中城和韩鸭城挡着，大部分贼子过不来。 6年前，有7个贼子逃窜到云桥镇，被抓住的时候，已经杀了7户人家。听说人的眼珠都被挖出来了。
这些天别出村子。虽说有经历军在，可难免不会有人像6年前那样逃窜过来。我知道了，这是辛苦费，谢谢阿爷、大伯、二伯帮我把鱼拖到城里。你已经送过鱼了，银子就不用给了。下次有这种事儿，记得找我。你二伯娘肯定已经把鱼做好了，我先回去吃饭。这个老二，给你2个伯伯就行，阿爷不要。阿爷，那我下次再孝顺您别的。你少往危险地方跑，就是最大的孝顺。怎么了？你怎么这么慌？不跑快点，我怕阿爹让我把银子还给金钊。卖鱼金钊给你钱了？2两银子，跑一趟我就得了2两银子。爹不让我们收，还好我跑得快。我就猜到去帮忙会有好处，你还作懒怕冷不愿意去，差点这银子就没了。卖鱼总共卖了多少银子？能给咱们2两，肯定卖了不少吧？金钊没说，买鱼的人扔给他一个钱袋，我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。城门口出了事，朔北贼子那可是杀人魔头啊！可千万不要过来，让精灵军把他们全都杀完才好。开春我就送你去私塾，你一定要好好念，争取后年就考上秀才。阿姐，是出什么事了吗？没事，阿姐只是担心，一旦打仗，官府会把你抓去当兵。哥哥过完年才11岁。是阿姐想多了。晚上我们吃鱼锅子，真到打仗走投无路的地步，11岁的男丁也不是没有可能被拉上战场。现在家里没有成年男丁，启明年纪最大，我得做好最糟糕的准备。不好啦！朔北贼子侵略云中城华家村，烧杀抢掠，死了好几百人。华家村那离云中城不远啊，会不会往咱们这边来？这都快过年了，怎么突然出了这种事儿？我在赵老爷家当乳娘，今年赚了些工钱。前天放假，我想着去西宁城多买些年货回来过个好年。谁知道城里到处都在传华家村的事，城里人都说那些贼子是朔北国兵卒假扮的，估计要打仗了。惊雷军呢？他们没去把那些贼人杀了？你怎么知道惊雷军来了？前几天去城里卖鱼的时候撞见了，领头的大将军骑在高头大马上，威风凛凛，一看就很厉害。惊雷军到的时候，人都被杀光了，那些贼子已经先一步逃走了。阿姐，朔北贼子会来咱们村吗？他们会不会杀人？有阿姐在，你们不用怕。还不够，若真遇上危险，启明和诗雪也必须有自保能力。阿姐，这是什么？弓弩，比弓箭更容易瞄准，也更省力。这个小的呢？袖箭，藏在袖子里，关键时候能救命。阿姐，我也能用吗？等做好以后，我教你和诗雪。我会好好学。我不能永远站在他们身前，要教他们自保，至少要让他们在危险来时多一条活路。姑娘这次想买什么？能不能定制铁器？什么铁器？这是弓弩和袖箭的图纸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做出来。姑娘稍等，我去叫一下我阿爹。这是姑娘画的。对，我想弓弩和袖箭都做3个，需要多少银子？我从未做过设计如此复杂的武器，图纸要求精细，还得用上好的铁矿，起码20两银子。多长时间能做好？至少1个月，先付2两银子定金。药膏涂的太多，伤口不透气，皮肤容易腐烂，在伤口上浅浅涂1层就行，每日清理换药会好得快些。姑娘懂医？略懂。药膏是药安长的大夫做的，说是特制药膏，治疗烫伤效果特别好，还说得涂厚点。这药膏开的不对，你们可以拿着它去另外3家医馆问问。烫伤几天了？3天。不疼吗？涂了药膏就不疼。没多大问题，可能是药性太浅，所以恢复慢些。我重新开一副药给你，1天换2次，7日伤口就能结痂。师傅，近几年你师伯的形势越来越荒唐了。师伯开的药膏有问题，他加入了过量泡无液用来止痛，同时减少了黄连、地油和紫竹的分量，又往里面加了一些对伤口无用的药材。这药膏虽然不会害伤口恶化，却会大大减慢恢复时间。原本半月就能好，用了这副药膏恐怕1个多月才能痊愈。时间拖得越长，用的药膏就越多。孙铁山就得一直去药安堂买药，药安堂赚的也越多。叶明，
等来日你能独立行医时，一定要记住，医者当以治病救人、悬壶济世为天命，切勿贪图名利，为一己之私罔顾病人痛苦，害人害己。徒儿记住了。爹，要不要把之前那副药膏拿到另外2家医馆问问？何大夫没有明说，最多就是医术不精，以后不去药安堂看病就是。弓弩的短剑多做20笔，等那位姑娘来取货时送给她。还好那位宋姑娘看出来了，否则阿爹这伤还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。别出声！把孩子抱紧。宋川祝家进的那3头狼，肯定就是上次在北山看到的那群狼。他们从北山过来了。你去哪儿？我去金钊家看看，他们院子里有2头羊，要是被狼发现，狼群肯定第一个冲进去。你留在家里，把门窗看好。这么高的院墙，野狼肯定跳不进去。阿爷，昨晚上狼群袭击了村委栓主家，我担心他们今晚还会过来。你把这2头羊关进西屋，鸡窝里的鸡也关进去，门和窗户都关好，无论外面发生什么，都千万别出来。阿爷，院墙这么高，狼跳不进来。就算他们真的进来了，我也能躲在屋子里射杀。阿爷知道你有本事，可再有本事，双拳也难敌4手。万事当心，千万不能冒险。你得想想家里的启明、诗雪和安好。我知道，知道就好。你这孩子最怕没人管，一没人管就敢拿自己的命去拼。阿爷不用担心，我一定记着。阿姐，你睡了吗？睡吧，我在。阿姐，盖住安好的耳朵，别让他听见。弓弩和袖箭还没做好，否则启明和诗雪也能多一份自保能力。隔壁出事了，启明，快出来锁门！把门锁上，我不喊你，别开。阿姐，你小心！阿爹！水兄！阿爹，阿爹，你别吓我！接住，用火把护身。在那边，在大田家。死人没有？田爷爷受了伤，还活着。狼已经走了，你和启明带安好回房间睡觉，别动着，让开。没有伤到大血管，忍着点儿。金钊什么时候还懂医了？金钊，那些狼会不会再来？死掉的5头狼对他们损失很大，在确保能将我们全部杀死之前，他们应该不会再下山袭击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金钊，昨晚多谢你出手协助，要不是你，我阿爹肯定不行了。
当时若等村长他们赶到，不光我阿爹，说不定我也已经死了。不用，顺手的事情。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给启明失血和安好补补身体，做完肯定把他们吓坏了。田爷爷伤口太深，一时半会儿好不了，我再给你们拿点药，每天换2次，半个月伤口应该能长好。今朝，昨晚死掉的5头狼现在都放在祠堂里，你看怎么处理比较好？有2头最后是水生树用棍子敲死的，我要3张狼皮，再加10斤狼肉，其他的村里看着办。好，我让人把皮剥了，给你送过来。村里好些人家过年都没沾到荤香，正好家家户户分一点。几百斤狼肉本来都该是你的，我大哥家也才20斤。今朝，要不你去找村长说说，让他多分点肉给我们。狼肉太柴，启明和失血都不喜欢吃，家里剩下的二伯带回去吃吧。雪终于开始化了，年前订的弓弩和袖箭也该做好了。我今日进城一趟，启明在家好好背书，失血照看安好。阿姐，你是去铁匠铺吗？顺便打听私塾的事。折叠弓弩上的机关做起来太费劲，中间失败了1次，好在最后我用铁皮包住2边木头，才没让它断开。做得不错。这20支袖箭是送给姑娘的，若不是姑娘提醒，我这条腿还不知道要拖多久。这点东西不值什么。多谢。我想打听一下，西宁城里有哪些私塾？西宁城私塾可不少，南街有郑家私塾，东街有刘家私塾，西街有王家私塾，东边还有2家同生开的小私塾。最好的是哪几家？郑家私塾、刘家私塾和王家私塾都不错。3家哪家考上的学生最多？那肯定是王家私塾，教书的是王举人，私塾里还请了一个袁秀才，城里好些人家的孩子都在那里读书。这位王举人性情如何？可有喜欢的东西？王举人喜欢收富贵人家的孩子，从来不收穷人，每年束修要交10两银子，逢年过节的施礼也要挑最好的。听说送的礼不好，便不会好好教，还会给有钱人家的孩子开小灶，很是看人下菜髓。另外2家呢？郑秀才和刘秀才都不错，只是秀才没有举人学问好，通过院试的人寥寥无几，大多考上童生后，要么转去往王家私塾，要么放弃读书找活干。学问好，但人品堪忧，启明去他那里不一定是好事。明天先带启明先去郑家私塾看看。阿姐，我这样行吗？行，把你会的都拿出来，别怕。可读过什么书？读过《三字经》《百家令》和《千字文》，名诗300首也读过几篇。可会背？会背《三字经》和《千字文》。将《千字文》背给我听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日月盈色，辰宿列张，资父弑君，曰言与敬。停下。可会写字？会写。月儿，拿笔墨过来。11岁才来师塾读书，已经算晚。不过，把这孩子倒是有天分。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家里读书？去年9月。半年时间，在没有老师教导的情况下，竟然能学成这样，这不仅需要天分，更需要持续不断刻苦努力。父母刚去世，就有了让弟弟读书科举的念头。这姑娘眼界很高啊。我有个学生也是宋家村人，不知你们是否相识？听闻我们村村长的孙子宋高丽就在城里读书，难道是郑先生的学生？是那孩子。3月初1带着树星来入学，辰时上课，切勿迟到。多谢先生。读书不是一日之功，既然来了，便要能吃苦。学生记住了。运气不错，没想到宋高丽也在郑秀才的私塾里读书。阿姐，我上下学是不是可以搭村长家的牛车？你和我想到一处去了。乘牛车方便，也能节约时间。不过我们得去村长家求人带上你。我会好好读书，不会让阿姐白求人。走吧，回村后我们就去村长家。郑秀才收启明了？收了，让3月初1去上学。好啊！我们老宋家终于有人要读书了。启明，机会难得，你阿姐为了让你读书费了不少心思，你可得好好念，争取早日考个功名回来。阿爷，
我一定会好好念书，我要让阿姐、诗雪和安好过上有人服侍的好日子。好孩子，有志气。都是宋家的孩子，启明能去私塾读书，永年以后却只能下田种地，往后的命就不一样了。怎么了？你说，我们要不要也送永年去私塾读书？1年束修6两银子，我们哪里出得起？家里现在存了些钱，今年种田、采蘑菇，还能再存10几两，够永年去读书。今年还要再生一个儿子，若把钱全花在永年身上，其他孩子怎么办？爹娘手里还有银子，可以拿些出来给永年读书。爹娘手里的钱是他们的养老钱，若拿来给永年读书，二弟肯定会闹。宋高丽读了3年都没考上，我看今朝也就是图新鲜，要不了多久，说不定就会放弃。宋高丽就在郑秀才的私塾里读书，我想让启明上下学坐村长家的牛车。这事儿好办，村里人也经常搭他们家的牛车，去一趟城里1文钱，只要给钱就行。启明年纪小，难免需要大壮叔多照应。我想提点东西去村长家打个招呼，把事情定下来。我带你们过去。启明要去城里读书？昨日我带他去郑秀才家拜访，先生让他3月初1去私塾上学。今朝要干活，家里还有2个小的需要照顾，所以我们想让启明早晚搭你们家的牛车，一来一回给2文钱。就是孩子年纪小，难免需要大壮多照顾。这都是小事，以后启明和高丽就是同窗，平常本就应该多走动。以后麻烦大壮叔了。放心，早晚我都会看着些，不让启明落下。多谢村长爷爷，多谢大壮叔。好好读书，若咱们宋家村多出一个读书人，也是全村的脸面。耀祖，启明要去城里读书，你是不是也要去？我比启明哥哥年纪小，现在还不用读书。阿娘，吃炒豆。阿娘，等我长到11岁，是不是也可以像启明哥哥一样去城里读书？对，等过2年，阿娘也送你去读书。你说什么胡话？我们哪有钱供耀祖读书？我们没钱，爹娘有钱，他们种田多出来的粮食都补贴给了大哥大嫂。去年采蘑菇也赚了好几两银子。你我要是不想办法，等以后他们走了，那些东西就全是大房的。我们就耀祖一个儿子，也不打算再生。难道你想让他处处落别人一搏？正好趁这个机会让爹娘掏钱。已经分家，我就怕大哥不答应。这有何难？启明去城里读书，我就不信大嫂心里没想法。只要他敢送永年去读书，我们就去老屋找爹娘要钱。那要是大哥不提怎么办？你话说得太早，到时候要是不送，耀祖肯定会难过，说不定还会怪我们。耀祖比永年小2岁，我们等得起，大房不一定等得起。你这2天多和爹娘走动，别让他们瞒着我们，偷偷送永年读书就成。耀祖脑瓜机灵，只要能考上，以后村里人都得喊你一声老爷，多有面子。大壮媳妇儿，高丽在私塾念书，1年要花多少银子？1年束身6两，再加上7七八八其他费用，差不多12两。昨天你公爹和金钊来我家，说启明要去城里读书，可把我惊着了。金钊这丫头不仅有本事，对弟妹也是真好。启明他爹在世的时候都没说要把孩子送去私塾，金钊却做到了。可惜就是晚了几年，11岁才上学堂，等考上还不知道要到几岁。11岁晚了，书得从小读。我家高丽入学的时候，先生就说他晚了，别人家孩子都是6岁入学。哎，我家高丽8岁才开始进学堂，足足晚了2年，到现在都还没考上童生。永年不能再等了，再晚1年，真的就来不及了。我要送永年去私塾读书。你怎么还没放弃？都说了，家里没钱。我们可以换一家私塾，城里有的私塾1年才收3两银子数学，我们省着点，肯定够。那是童生老爷开的私塾，读一辈子都考不上秀才。可以先读1年，再去好的私塾，到时候进度也能快些。那就等明年再去读。不行，大壮媳妇说了，孩子越小读书越好，永年已经晚了好几年，再晚1年就真的没用了。读书能有几个考上？到时候还不是得下地干活？反正都已经晚了，大不了再生一个儿子，培养小的。永年长大后还能帮家里干活。不行，
先来后到，永年必须得读。你一个大男人，怎么还没你侄女有远见？吵什么？大老远就听到你们在吵架。阿娘，我想让永年去私塾读书，大郎就是不同意。没想到启明读书让大房也有了想法。能读书是好事，可1年12两银子的开销，你打算怎么挤出来？去年采蘑菇卖鱼存的钱够交今年的束修，以前家里也存了一些，卖粮食还有2两银子进账，够永宁1年花销。读1年书，家底就见底了，明年怎么办？若读1年就不读，还不如从来没有开始过。平常吃喝哪样不要花钱？去年过年，大郎还说想再要一个儿子，不生了。爹，永年也是你亲孙子，你肯定也想让他有个好前途。启明能去城里读书，他去不了，你让他心里怎么想？我闹这些还不是为了孩子吗？说到底，还是我没用，连个小姑娘都比不上。别哭了，就按你说的，先送永年去同终身老爷的私塾里开蒙，等来年再看。阿娘，饭做好了没有？我饿了。启明干净沉稳，永年满身泥土，这气质差别实在太大了。不读书，一辈子只能种田靠天吃饭，没出息，也永远出不了头。念就要念好的，让永年也去郑秀才的私塾，多出来的束勋，我和你阿娘出。谢谢爹，这银子就算我和梨花借你们的。一家人有什么借不借的？我和你阿年纪越来越大，你们还得自己多努力。果然，大房一提，2个老的就松口了。永年能去，凭什么耀祖不能去？得赶紧把耀祖读书的事情定下来，晚了可别让大房把爹娘的钱都掏空了。你跑这么急干什么？成了，大房要送永年去私塾，爹说多出来的束修他和娘出。真的？我亲耳听见的。阿娘，我也能去读书吗？能，我儿子当然能去。爹，我想送耀祖去私塾读书，家里钱不够，你能不能接济我们一点？耀祖才8岁，钱不够，可以过2年再读。8岁上学太晚。大壮媳妇说了，孩子6岁就该进学堂。难道我跟大壮媳妇的话被他偷听了吗？还是自己去问的？爹，娘，你们可不能偏心。永年有的，耀祖也必须有。分家的时候，家里东西分得清清楚楚，都过了这么多年，你们怎么好意思再让爹娘出钱供耀祖读书？大嫂要是这么说，就让爹娘跟我们2房住，免得便宜都被你们占了，反倒说我们不孝顺。老祖宗的规矩，爹娘跟长子住，你让爹娘搬过去，是想让村里人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不孝顺。大哥若是真孝顺，分家的时候家产就应该分3份，那才叫照顾爹娘养爹娘。现在他们独得1份，最后还不都补贴给了你吗？当初我坚持分4份，是想着不用处处找大儿子伸手，也不想受寄人篱下的苦。可如今单单拿银子给永年读书，的确对老二家不公平。好了，都别吵了。一家给3两银子束修，1年就是9两。我和你娘没有那么多钱。启明读书是今朝供得起，他们家不用给钱。对啊，3房不用给。老三刚死时，你们坚持要把安好过继出去，又要让失学给别人当童养媳冲喜，如今竟还觉得3房不该分到家产。老婆子，去把今朝叫来吧。若给3房分，到我们手里的肯定偏少，不给又不行。今朝若心里不高兴，以后不带我们山采蘑菇怎么办？自己采，山上可是有狼的。爹也真是的，不告诉今朝不就行了？他又不缺这2两银子。上次这么严肃，还是讨论我们4个去处的时候，现在又是在干什么？今朝坐到阿爷身边来。分家时，我和你阿婆自己留了10亩地，本来想着等我们2个死了之后，给大房5亩，剩下5亩。现在永年和耀祖要读书，你大伯2八供不起，他们让我和你阿婆补贴3两银子，给了他们。启明也应该有，可我们又实在没有那么多钱。无非是看启明要去读书，另外2房不甘落后。偏偏他们自己出不起钱，才闹到现在。阿爷，我不缺这3两银子，你们自己留着养老。深山危险，你赚的每1文钱都是用性命在冒险。去城里卖鱼被官兵欺辱，你也毫不退让，
还不都是为了赚钱，让启明他们过好日子？你爹娘已经没了，阿爷不能再让你们受委屈。今天你2个伯伯和伯母都在，我做主，把4亩水田先分给3房。那我呢？我只补贴2个孩子3年的束胸，3年后剩下6亩田，大房得4亩，二房得2亩。今天把字据写下来，明日我和金钊去县衙过户。凭什么我比大哥少？哼，就凭等我和你娘老了动不了的时候，要你大哥大嫂照顾养活。爹娘的意思是，以后养老和我们2房再没关系。我一把屎一把尿把2郎拉扯大，到了年纪给他娶媳妇儿。你生孩子的时候，我照顾你坐月子，孩子带不过来，我没少帮忙。分家的时候，田地房子一样不落，到头老了就说没关系吗？你良心被狗吃了吗？有没有关系要看你们孝不孝顺，我总不能拿着碗去你们2房门口要饭。爹，就按照你说的来，4亩田我没意见。怎么会呢？大哥要是不给爹娘吃饭，我肯定给。我从没打过2老田地的主意，现在白得4亩水田，反倒有些意外。读书1年花费至少12两，除掉阿爷补贴的3两，还有9两银子要自己出。大伯和二伯真能负担得起吗？怕不是要顿顿吃糠咽菜，从牙缝里把钱省出来。行了，这件事情就这样子定了，不必多说。麻烦官爷把这4亩田改到我孙女名下。阿爹去世后，阿爷把家里的10亩田全都改到了启明姓下，那时启明才10岁。这次他竟然主动把4亩田登记在我名下。有这4亩田当嫁妆，就算你晚些嫁人，婆家也会高看你一眼。原来阿爷是这么打算的。读书不是一蹴而就，需要长年累月积累。孩子年龄有些大了，若是家中富裕，也不会拖到现在。还请先生将小儿收下。他一定会勤学苦读，不白费先生教导。先生放心，耀祖从小就聪明，肯定能读好书，才不会像村长家的宋高丽一样，读了3年还考不上。这趟跑得值。和我打听到的一样，读过几年、考过童生的，大多转学走了。中午在仙凤家吃饭，阿姐已经交过钱了。晚上放学记得坐高丽家的牛车回去，休息的时候就待在私塾里，别乱跑。城里人多，就怕遇到坏人。阿姐放心，一样的话你已经说过3遍了，我一定不出去，把所有时间都用来读书。安静，马上就要上课了，无关人等请离开。幸好我让耀祖带了饭团，1顿饭10文钱，这也太贵了。金钊，你真不该让启明中午在私塾吃饭，郑秀才怕是要吞掉一半。在人家门口就敢说老师坏话，也不怕被人听见，给孩子穿小鞋。郑夫人说了，中午1荤1素，吃的是白米饭，贵点也是应该的。孩子能吃多少，还是亏。大伯、二伯，我在城里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光是第一次上门的拜师礼，就花了200文钱。早知道读书费钱，可真掏钱时，还是心疼呀。阿姐，我在菜园子里发现了一颗黄芪。刚冒头就认出来了，看来百药图上的药材你都记住了。我看了100多遍，阿姐买回来的药材我也都记住了。等天气再暖和些，阿姐带你去外面采新鲜药材。你要正式开始学医了。那安好怎么办？他现在正是活泼好动的时候，我们带他一起去，免得白天睡足，晚上一直闹腾。安好现在重了好多。是啊，体重比原先翻了1倍不止，脸上都有婴儿肥了。终于等到开春了，第一件事就是翻地，从去年收获的稻子中挑选饱满圆润的稻谷晾晒，等稻谷发芽，再搬到通风的地方等它们出苗。等这些天，果然一片手指长的水稻苗长得整齐鲜绿。我还以为你不会育苗，特意过来教你，没想到你都育好了。以前看阿爹弄过，我就会了。其实是上学时在书上看到过，和培育番茄种子差不多。阿姐，这是先生给我的新书。先生说，从明天开始，我就能在经馆上课了。郑秀才的私塾分蒙馆和经馆，蒙馆教幼童启蒙，经馆才开始专攻4书5经和8古文。这是郑先生写的，是先生夸我学得快，奖励给我的。那你可得好好学，别辜负先生的期望。阿姐，家里的柴火快用完了，
等过几天放春假，我们再去河滩上捡。还有10几公柴，应该能撑到春假。明天我带诗雪去田埂上挖药材，会顺带捡点柴回来。阿姐，我们要挖药材了吗？我打算在后面的菜园子里种一些药材，方便你观察，以后也能入药。阿姐，这样根就不会断了。对，挖药材不能急，根完整才能看得清楚。怎么把安好也带出来了？带他出来闻闻新鲜空气。他一个人坐在竹篓里能玩一上午。现在还没插秧，我和你大伯娘都闲在家里，你和诗雪出来挖野菜，就把安好送过来，我帮你照顾。九婶儿，你怎么还在这里挖野菜？你家石根出事了！我家石根怎么了？熊瞎子，你家石根在半山腰砍柴，撞见了熊瞎子，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昏迷不醒，现在正往家里抬呢。我家土蛋呢？什么土蛋？土蛋和他爹一起去砍柴了。没看到土蛋，就只有你家石根。回去看看。带安好回家。阿姐，听话。石根，你醒醒，别丢下阿爹！大夫来了！大夫来了！没救了，准备后事吧。儿子在哪里？你快告诉我儿子在哪里！大夫，求你救他，让他醒过来说句话也好。伤成这样，别说醒过来，一盏茶的时间都熬不了。手臂完全咬断，内脏受损，这种情况放在现代都不一定能救回来，更别说医疗条件极差的古代。让我来。你个女娃子在说什么胡话？人都要死了，你要干嘛？可以用银针刺激他的大脑，如果意志足够坚定，或许能短暂清醒过来。这样的医术没人能做到，刺不好，当场人就会毙命。我可以，他活不了多久，不如冒险一试，至少能知道涂蛋土是生是死。今朝，你来，我信你。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女娃子有没有这样大的本事。他竟然真的止住了血！大声喊他的名字，刺激他。宋石根，你再不行，你儿子就要死了，涂蛋要死了！儿子，你快醒醒，涂蛋等着你救命呢，你得救救你儿子！石根，你醒醒啊！涂蛋，快跑，快上去救涂蛋！涂蛋在山上的树上，我让他爬上去，千万别下来。救涂蛋，救儿子。头顶2处入针，都是医者大忌，稍有不慎就会死。他竟然真让人醒过来了。村长，求求你救救我儿子！求求你救救我儿子！大家回家拿上家伙，马上上山救人。村长，过去这么久，可能孩子已经死了，去了也是白去。我们哪里会是熊瞎子的对手？而且上次逃走的狼群还在山上，若是撞在一起，怕不是有去无回。今朝丫头，我家就土蛋这一个孙子，要是他没了，这个家也就散了。宋今朝能猎杀花豹，一人能杀5头狼，他要是能上山，我们肯定能打过熊瞎子。今朝，求求你帮我救土蛋吧！喂奶的事情是我的错，我给你跪下了，求你救救土蛋吧！那棵树很高，熊上不去，涂蛋一定还活着。求你救我儿子！我引开熊的时候，他就在树上哭，救他。救人要紧，我回去拿弓箭。今朝，我跟你去。我也去。大壮，你马上回家拿刀，跟今朝一起上山救人。土蛋是乡亲们从小看着长大的，只要有一丝希望，我们就不能放弃。敢救人的，就一起上山，人多力量大，碰到熊瞎子就杀。阿姐，村里人都去，不会有事，你在家里等我，阿姐马上就回来。阿姐小心。宋石根就是从这里逃下山的，沿着血迹走。
快！阿姐，救我！别下来，给我在树上待着。眼前的情况比我想的还要糟糕。今朝，要不跑吧？晚了。打！水生，我帮你！拼了！打他的腿，别让他抬腿！我砍他的头！傻愣着发什么呆？死了！下来！把尸体抬起来，马上下山。宋水生、宋大黄，过来搭把手，先把棕熊和老虎抬下山。棕熊和猛虎都出现了，就怕再碰到其他野兽。别怕，下山了。他们下来了。土蛋，阿娘，受伤了。老虎爪子划破了衣服，没伤到肉。爹，受伤的是我，被熊瞎子拍那一下，我感觉肩膀都碎了。忙着下山，痛吗？我都不敢叫疼。这样呢？没刚才痛。关节移位了。我手要断了！别喊了，还痛不痛？不疼了，真不疼了。这几天不要干重活，在家好好休息。这些你都是从哪里学的？刀疤叔教我的，我还看了医书。你们走了没多久，石根就咽气了。他临死前最记挂的就是土蛋。怎么不进去？你救了土蛋的命，是他们家的恩人。什么恩不恩人？石根叔刚去世，我还是不进去了。肉放久了不新鲜，要不我们马上去城里把它们卖了。这么多人等着，还是赶紧称重算钱。这头老虎100两银子，棕熊80两，我出190两。宋姑娘，在下姓马，名百川，乃是停云楼掌柜，我愿意出190两银子。有你什么事儿？宋姑娘，你决定把棕熊和老虎卖给我了？我可没听见宋姑娘这么说。好东西自然价高者得，190两，我也出190两。县太爷在停云楼订了厢房，你就当卖我个面子，把这些让给我。这张虎皮我家老爷惦记好几年了，不能让。今天这东西不是我一个人的，谁开的价格高，我就卖给谁。191两，192两，193两，194两。虎皮绝不能给别人。再这么争下去，你我都吃亏。看在县太爷的面子上，把棕熊让给我。晚上的宴席还缺一道蒸熊招。行，宋姑娘，你把这头棕熊卖给我，我出90两银子。这头老虎我出105两。西宁城能吃下虎熊的，也就这2家酒楼，想卖得更高，只能去府城，太远不划算。各家5两银子，你们拖走。成交。以后再有好东西，宋姑娘记得想着我停云楼，我开的价格绝对比石油记高。老匹夫，这是在向宋今朝示好。好，就110两。卖老虎的钱归我，棕熊的钱我就不分了。你们出力的人自己商量谁拿多少。杀老虎我们一点都没帮忙，本来就不用分。卖棕熊的钱你也应该得一份。村长说的对，
没有你，我们连命都不一定保不住。此事因宋时根而起，他家死了人，你们要是坚持分给我，就拿5两银子给土蛋家吧。行，把你的那份给土蛋家。7两，大哥竟然分了7两，早知道我也去了。去什么去？听到山上有熊瞎子，恨不得团成一个球躲到床底下。我嫁给他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那可是耀祖1年的数岁。7两啊，怎么就让大哥赶上了？永年和耀祖呢？他们今天背书没背出来，被先生留堂了。我不想上学了。阿姐，土蛋阿爹死了。我已经去磕过头了。阿姐，你以后不要再冒险了。最近让村里人不要上山，山里不安分。今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以前在外围根本看不到豺狼虎豹，在半山腰撞上更是不可能。应该是山里野兽争地盘被赶出来了。去年入冬前，我在北山看见过一头雌虎，比昨天杀的那头还要大。那得有多大？不会下山吧？群山对面就是云中城，联想到年关朔北贼子横行，或许当时发生了什么，导致野兽离开原本的地盘。